话说春秋时期，南方大国楚国的楚成王，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春秋第一美人西归的儿子，是不是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咱不知道，但肯定是继承了父亲楚文王的雄心壮志。这位王在位45年，不仅与春秋五霸第一霸齐桓公争锋，还直接搞垮了第二任霸主宋襄公，称雄中原。不过这位叱咤风云的君王，英雄一世却糊涂一时，最后竟然是被儿子逼迫自杀的，真是要多窝囊有多窝囊，不禁让人唏嘘。其实当时他如果早点听了一个小女子的话，说不定就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这个小女子身份低微，却是个不折不扣、不同凡响的女子。这一天春光明媚，楚成王心情格外舒爽。他信步登上高台，俯瞰自己的后宫，嫔妃宫女们都争先恐后地抬头仰望，各种献媚卖萌求关注。然而在这一群莺莺燕燕中，偏偏有一个小女子，仿佛这周遭的一切都与她无关，依然目不斜视地走着自己的路。这个特立独行的女子立刻引起了成王的注意，她站在高台上大声呼唤：正在行走的美人儿，请你抬头看我一眼。可这美人仍然缓步前行，就跟没听见一样。众目睽睽之下，成王不要面子的嘛，他再接再厉，是要拿下这个女子，又喊：美人儿，如果你看我一眼，我就封你为夫人。在春秋诸侯国的后宫中夫人这个位阶应该是很高的。楚成王自己的母亲就是他父亲的夫人。可是这个女子似乎依然没听见，继续走自己的路。在佳丽如云的环境中，在宫门深锁的宫墙内，她竟然对国王的呼唤置之不理，对成为夫人的承诺置若罔闻。这个小女子是谁？她为什么敢这样？翻开刘向的《列女传》，这位女子的名字叫郑茂，她有一个现代人所不熟悉的身份应。在春秋时，周王室诸侯和贵族女子出嫁的时候，有妹妹或侄女作为陪嫁，这属于明媒正娶的一部分。应会成为侧室，地位介于正室和妾室之间。他们的儿子也属于嫡子，如果正妻无子，应所生的儿子就会成为法定继承人。这是中国古代周朝盛行的一种婚姻制度。而郑茂是郑国公主陪嫁过来的应，郑国公主只是楚成王的嫔妃之一，而郑茂又是公主的陪嫁，在后宫里地位应该是无足轻重的。不过郑茂就是这么牛，就是敢不理成王。成王的心里好像进去了个小虫，爬来爬去的，弄得他心痒难耐，又呼唤道：美人，如果你肯抬头看我一眼，我就赐你千金，还给你父亲兄弟封官呐。可郑茂还是我行我素，依旧没有抬头。楚成王万万没有想到天下还有这样的女人，他万分惊奇，顾不得君王的身段，3步并作2步的跑下了高台，来到郑茂面前问道：夫人在后宫里有高贵的地位，当官能得到优厚的官禄，只要你看我一眼，就全部都可以得到了，为什么就不肯看我呢？这个时候郑茂终于开口了，他恭敬地答道：我听说女子应该保持端庄大方、温顺有礼的举止，今天大王站在高台之上，我若抬头去看，恐有违礼仪。我不看呢，大王却以夫人的身份和给父兄高官厚禄来诱惑。但如果我抬头看了，那不就是只顾金钱地位，却忘了做人的道理了吗？如果要是我连做人的道理都忘了，
还拿什么侍奉大王呢？大王一听，心跳不由得漏掉了一拍，仿佛郑茂的身上都发出光来，心想：哇，这不是一般的女子啊，这是女中豪杰呀！众所周知，春秋被称为礼崩乐坏的时代，那么礼乐昌盛又是什么样呢？西周时，周公创立礼乐制度，通过礼仪端正人的外表，表达对人的尊重，通过德音雅乐来传承历史文化，帮助人修养内心。相比如今用法律约束人的行为，礼乐制度则是在潜移默化中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从而使社会秩序得以维持。而春秋时的礼崩乐坏，无不体现在道德层面的下滑崩坏，结果就是人心不古，战乱纷争越演越烈，人们随波逐流，就怕吃亏上当，当了傻子。谁能在社会环境和时代潮流的裹挟下择善固执呢？无疑郑茂可以。于是楚成王大为欣赏，随即就把郑茂晋升为夫人了。而这则故事后来也成了一个典故，叫子茂不顾。李白在《赠裴十四》中有一句：金高南山买君故，就借用郑茂的典故来盛赞自己的友人裴十四在众人皆醉的庸俗社会里不肯摧眉折腰、见利忘义的品格。楚成王可谓是一代雄主，但论功业，比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还是略逊一筹。然而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死，他的5个儿子为了争夺王位，打的是不亦乐乎。齐桓公死后停尸了67天，尸虫都从窗户爬了出来，才被安葬。楚成王看到老对手的惨状，觉得这都是齐桓公生前没有立储的缘故，因此立刻把册立太子作为当务之急。楚成王那个时候看好长子商臣，盘算着把他立为太子，没想征求令尹子尚的看法，子尚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大王，您正值壮年，后宫又妻妾成群，何必这么早立太子呢？万一您日后后悔废旧立新，定会引起内乱呐。再说了，我们楚国常以少子即位，而公子商臣眼睛像胡蜂，声音像豺狼，这面相看着着实是个狠辣之人呐。所以臣以为公子商臣断不可立。子尚的话不无道理，但是不合楚成王的心意。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后宫，又问郑茂这个问题。本以为夫人会支持自己，但郑茂回答：妾以为令尹之言有理，大王应该听从。但楚成王还是执意要把商臣立为太子。想来那会儿啊，他是很看好这个儿子的。什么面相狠辣，那就是长得有特点嘛。好吧，没多久，他又给太子安排了一个能耐人辅佐，此人名为潘从。子尚因为反对立商臣为楚，而被商臣记恨，后来遭到商臣诬陷，被楚成王错杀而死。深宫中的郑茂听说了这件事后，深感忧虑，忍不住对自己的保姆说道：哎，我听说女人理当只关心些端茶送酒的琐事，但是如今有些话我实在不能不说了。之前子尚曾劝告大王不应让商臣成为太子，结果太子对他怀恨在心，王不明察，让无辜的人获罪，这真是黑白颠倒啊！大王如今有那么多受宠的儿子们，都想争夺王位，而商臣既有野心又有心计，势必会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失去太子之位。可惜大王现在完全不明白他的决策会带来什么后果，也没有人敢去提醒他。看来楚国势必要兴起一场腥风血雨了。事情也正向郑茂担忧的方向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
楚成王对他的小儿子公子直越发的偏爱起来，这使商臣感到了危机。果不其然，楚成王心中渐渐生出了更换太子的念头。不过这次他显得特别的小心翼翼，只和身边的几个人提起过此事。然而这个想法还是传到了太子的耳朵里。为了验证消息是否属实，商臣先去请教潘崇：先生，此事是真是假呀？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呢？楚成王有个妹妹叫江米。潘崇回答：这不是难事，太子可以设宴款待江米，在宴席上故意气他，他心直口快，一定就会什么都吐露出来了。于是商臣照做，果然江米被惹怒，开口骂道：哼，你这贱人，难怪你爹想把你踢开，改立公子直做太子。商臣慌了神儿，急匆匆地找到潘宠说：先生啊，我爹真的想把我给废了，这可如何是好？潘宠不慌不忙地问道：如果公子直坐上大位，你能摇身一变成个小跟班，侍奉弟弟吗？商臣说：不能。潘崇又问：那你能不能打包行李溜去别的国家过日子呢？商臣说：不能。潘崇瞪大了眼睛，做出一副夸张的表情：太子啊，这也不能，那也不能，那你能不能像你爹那样做件大事呢？商臣犹豫了一下，应道：能。什么大事呢？我们稍后再说，先说说郑茂吧。听到楚成王打算改立太子，他又去劝成王三思。但楚成王不仅没有理会郑茂，还觉得他是在为自己打算。郑茂受了委屈，闷闷不乐地回到寝宫，向保姆诉说：我本来听说信任的人是不会相互怀疑的，现在大王非得让公子直替换太子，我怕这样下去会引起祸乱呐。本来想好心的劝劝大王，结果他根本不听。商臣也好，公子直也好，我都不是他们的亲妈，有什么理由去厚此薄彼，进些谗言，说些没影的话呢？既然他怀疑我，不如死了，让他明白我的真心，让他意识到不能轻易更换太子。说完，郑茂就真的自尽了。保姆将郑茂的遗言原原本本地说给了楚成王。可以想象，当楚成王听到郑茂的遗言，内心一定是无比的懊悔。但遗憾的是，一切已经太迟了。太子商臣早已准备就绪，将楚成王居住的宫殿团团围住。这场兵变正是潘崇之前所说的大事。这个时候，楚成王终于明白，郑茂生前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对他又是多么的肝胆相照，之前自己有多么的糊涂。然而后悔已经没有用了，楚成王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楚成王最后提出了一个要求：我能吃了熊掌再死吗？有人认为他是嘴馋，有人认为他是在等救兵，但这个要求却被太子干净利落地给拒绝了。理由是煮熊掌要花很长时间，他可不愿意再等了。一代雄主就这样被自己的儿子逼着上吊自尽了。不仅如此，楚成王自缢之后，商臣甚至考虑将父亲的谥号定为陵。陵作为谥号，是说这君王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行为荒诞不经，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恶事。不禁使人联想，这对父子之间的鸿沟到底是有多深，才能让商臣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直到看见父亲死不瞑目的眼睛，商臣才打消了这个念头，最终给自己的父亲谥号定为成。
诗经》里有这样一首诗：高俅如寻直且侯，比其之子舍命不渝。是说羊羔皮光滑柔润，如同油脂一般，上面的毛发整齐而宽厚，穿着它的人真正是一位有原则的君子，宁肯牺牲生命，也不愿改变气节。许多人知道历史上这个临终前没有吃到熊掌，还差点被贴上一个恶事而死不瞑目的楚成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如果他早早听了一位聪慧女子的劝告，或许就能避开这场悲剧。虽然历史已不可改变，亦或许楚成王自有他的宿命，但是曾经有这样一位小女子，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择善固执，什么叫舍命不渝，以她的女儿之身成就了君子之义。时光流转，2000多年过去了，我们现代人可能会质疑她的舍命不渝是否值得。只想说，从她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曾经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人尽如此，仁义为先的时代，那时的人们何等的高洁而纯粹。如果郑茂生活在那些时代，他有这样的品格，但无需做这样的牺牲。希望我们有机会重新找回那样的时代。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您观看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